是2024年最新骇人听闻的短剧，丈夫背着失踪的妻子和小姨子聊天，殊不知妻子早已恢复听力，一场复仇计划就此展开。她是世上最幸福的聋人，老公把她的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她在家修身养性下顺利怀了孕。在酒会上宣布怀孕的这个消息后，她老公并不开心，而她的妹妹更是气愤地直接离开，因为这样他们的杀妻夺财产的计划就会有变动。小西因为甩头隐瞒怀孕的事情而生气，口口声声说着爱自己，结果却和麦丽锦怀孕。甩头表示她怀不怀孕不重要，反正过2天计划实施她就要死了。小西觉得甩头会因为麦丽锦怀孕就不会执行计划，就这样2个人争吵了起来，直到麦令锦到来才停止。姐，你评评理，我跟姐夫说了环境有问题不能合作，他却一意孤行背着我跟他们签了合同。老公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要互相信任，所以凡事都要跟小西商量。老婆，我正跟小西好好说这件事呢，以后我一定跟她事事好好商量。走吧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切蛋糕吧。好，赶紧让他把保险签了。走吧，姐。晚上，甩头以公司入会为由，让她签下入会申请书。因为对丈夫的信任，她并未多想就签了字。殊不知下面是一张意外险的保单。另一边的小西又开始了作妖，放起了他们结婚的录像。这时候2人来到楼下，麦丽锦问他怎么放弃了他们的结婚录像。小西说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让他们回味一下最幸福的时刻，并让他们跳支舞。这时候视频画面突然换成了小西跟甩头的录像。甩头见状急忙将麦丽锦转个方向，觉得还不够刺激的小西竟然故意将东西打翻。还好甩头反应急速，成功化解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甩头听到外面有动静，起身看了一眼，并没有发现异常。这时候小西突然出现在床上，甩头让他赶紧回房间去，不要再生事端。然而小西并不听劝，居然在床上跳了起来。这时候麦丽锦突然翻个身，还好没有醒来。2个人为了寻求刺激打了起来。麦丽锦突然醒了过来，小西见状立马拿着铅笔扎了过去。小西，你杀的人跟我没关系。姐夫，你再看看，到底是谁杀的？原来只是一个梦。甩头来到楼下，发现小西正在往牛奶里下药，便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。麦丽锦如果死家里，跟他们2个都脱不了关系。这个时候，小西突然笑了起来，原来只是普通的维生素而已。饭桌上，小西虚情假意地说着羡慕他们，实际2人正确在商量着他们的计划。下午那个杀手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今天下午他就会消失。饭后告别妻子的同时，却亲上了小西，这丝滑的动作一看就知道没少干这种事情。而麦丽锦并不知情，此时还沉浸在幸福中，计划如期进行着。麦丽锦一个人前去给父亲扫墓。另一边的甩头并不想和小西双宿双飞，安排杀手将小西一起解决。然而小西的擅自行动打乱了甩头的计划。小西并不相信甩头，他害怕甩头因为麦丽锦怀孕下不了手，所以他打算亲自动手。麦丽锦喝了带药的咖啡，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小西将车停到了路边，拿出水管塞进了排气管，另一头对准了车窗。做完这些后，他便兴高采烈地离去。这时候刚好碰到驱车赶来的甩头，甩头下车立马质问他人在哪里。小西表示人已经死了。随后2人来到了案发地，但是并没有发现麦丽锦的尸体。经过一番寻找，终于在河边发现了麦丽锦掉落的手机。原来麦丽锦醒来后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而他们也误打误撞地完成了完美的杀人计划。随后甩头便开始清理现场的痕迹，并制定好了一个完美的计划。我跟我姐说了，下午我们要开会，我们明天才去的。她怎么会一个人先去了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姐夫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再打电话问问，她应该不会丢的。自从麦丽锦掉进河里后，这对狗男女就开始了庆祝。这个家里的东西都属于他们的了。就在他们沉浸在喜悦中，殊不知麦丽锦并没有死。在她掉进河里的时候，被好心人发现救了上来，而她却因祸得福，恢复了听力。她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中，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甩头，却没想到在卧室听到了妹妹的谩骂。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为什么他还没有死？为什么？我就应该亲眼看着他死透了，我再揍他。王世民，杀了他！现在就杀了他！他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他们一手策划的，他只能继续装聋转移话题，随后让甩头帮他煮碗面，便再也忍不住躲进厕所里大哭了起来。甩头怕小西再生事端，连忙将他赶了出去。不死心的小西装作刚从外面回来，姐，随后便询问他是否记得是怎么掉进水里的。得知他什么也不记得后，便松了口气，但他还想着要杀掉麦丽锦。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
那就没有人知道他活着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回来了。现在不动手，还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去？杀人容易藏势难，人死在家里，尸体怎么办？你昨天那么聪明，今天怎么这么蠢？到时候再把他迷晕一次，然后扔到墓园后面那个山崖下面去。反正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死在那儿了，就算找到尸体，也没人怀疑。他没想到两个人竟然这么恶毒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大家知道他还活着。随后他跑回卧室拨打了物业的电话，却没想到甩头走了进来。好在他及时删除了通话记录，这才没让甩头起疑心。随后便带着他来到餐厅吃面，药已经下好了，只要他吃一口，立刻就晕。为了拖延时间，他招呼两人一起吃。小西表示自己不饿，让他快吃吧。这时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夹起面条往嘴里送。还好物业及时按响了门铃，甩头立马出去查看。麦丽锦也找了个借口跟了出去。保安看到他还活着，非常惊讶，他也暂时保住了性命，并趁机让小西将他活着的消息公布出去。两人的计划也因此失败。此时的甩头发现了他今天有点奇怪，感觉他好像能听见了。第二天他拿手机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桌子上的水杯，他下意识地接住水杯。他的这个举动再次让甩头产生了怀疑。为了测试麦丽锦是否恢复听力，他故意将水打开。麦丽锦听到声音来到浴室，发现水没关，下意识地打算关掉。这时候他怀疑是甩头故意试探他。等麦丽锦走后，甩头来到厕所，发现水依旧没关，这才打消了他的顾虑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公司会议竟让他们再次发现了端倪。在公司会议上，他质疑属下为什么没有在 PPT 上添加文字，甩头立马解释道因为时间太紧没来得及做，却没想到这时候妹妹竟然调侃他。真是不好意思各位，麦总是残疾人，所以经常给各位增加工作量，浪费各位时间。此时的下属手机突然响起，他下意识地看去，没想到这一幕小西都看在眼里，因此再次对他产生了质疑。会议结束后，小西找到了甩头，要求再次试探麦丽锦是否恢复听力。为了试探麦丽锦，他竟然直接开车撞了过去。她忍着恐惧没让自己被发现，并强装镇定地和老公打招呼。经过测试，小西打消了心中的顾虑，随后便商量着如何杀死他。我们是跟他关系最近的人，如果你把他撞死了，警察第一个怀疑我们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此时的他早已双眼通红，事情远比他想象的更加恶劣。回到家中，一个陌生男人找上门，小西竟然反客为主，把自己当成了家里的女主人。啊，这是我们家保姆，笨嘴拙舌的，耳朵还不好。赵总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家保姆不懂事。世明，还不赶紧让她去做饭，别在这碍手碍脚。没想到甩头竟然没有反驳。随后男人说想找甩头单独聊聊，两人来到室外，男人便动起手来。小西见状连忙上前阻止，这才知道甩头原来欠下了高利贷。两人争吵不休，来到了屋里，丝毫没把麦丽锦放在眼里。我马上就能还上了。你用什么还？你要相信我，我比你还希望麦丽锦早死。我根本就不是因为爱她才跟她结婚，哪来的感情？没想到她的意外失聪让她看清楚了甩头的真面目。隔天婆婆送来了亲自熬的粥，本以为只有婆婆对她好，没想到让她大失所望。你和小西怎么搞的啊？上次不是安排好了吗？上次他没死成也就算了，这次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啊？妈，这事你就别管了，出去别乱说。原来不止甩头想让他死，而是全家都想让他死，就连他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放过。麦丽锦双手捂着肚子倒在了天桥上，还好朋友及时发现，将他送到了医院，但是他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。从朋友口中得知，原来他父亲早就知道甩头不怀好意，所以才安排他在暗中保护麦丽锦，并找机会调查甩头。他以杀手的身份接近甩头，这样就可以不让麦丽锦受到伤害，同时又能拿到证据。没想到小西的举动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事已至此，他决定不再忍让，主动反击。隔天早上，他在甩头的咖啡里放了母猪用的春药，毫不知情的甩头将咖啡一饮而尽。来到公司楼下就觉得浑身不舒服，他看同事的眼神也开始迷离。就在他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小西敲门走了过来。甩头见状，立马将他拉进办公室。另一边，麦丽锦算好时间，给甩头打去了视频电话，甩头却以开会的理由匆匆挂断。随后他来到公司召集大家开会，竟再次给甩头打去了电话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我刚才去上厕所了，没听见。啊，没什么，我给你端了汤。烦死了，别停啊！难得想一回猛的，赶紧过来继续。那我先去忙了，等晚上回家再找你。挂断电话，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甩头一起宣布，随后带着同事一起来到了甩头的办公室，根本不给众人阻拦的机会。你们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麦丽锦假装伤心的离开，随后小西跟了过去。两人来到电梯，原以为他是跟过去道歉，没想到他直接不装了。无耻！
那哪儿比得上你跟你爸呀？怎么想打我？你打呀！把我打疼了，姐夫可是会心疼的。别着急，这才刚开始。就凭你，小心别把命赔上。等电梯开门的那一刻，麦丽锦顺势倒了下去，哭着跟甩头告状，说小西要伤害他们的孩子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本事，没想到是这么低劣的手段。你还想污蔑？闹够了没？麦丽锦今晚就会死，别乱了计划。